你是否曾想过在家里搭一套像样的赛车模拟器，体验疯狂加速却又不用承担实际后果的快感，但又被预算、空间或者更现实点，家人一句太占地方所劝退？我曾经呢也是如此，于是我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仔细对比取舍了市面上的各种方案，最终敲定了几套不同预算的组合。核心思路只有一句话：小空间也不妥协体验，在可折叠、可收纳、可快速部署的前提下，尽可能保留直驱基座的大扭矩、全包围画面的沉浸感，甚至还加入了一套震动体感方案，全程不需要太多 DIY， 照着视频就可以一步到位。今天的视频会分为4个部分：基座与踏板、座舱、显示设备以及体感模块。部分章节呢，我也会提供多档备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自由组合，主打一个灵活。另外，这期视频呢，我不会像带货一样，就是一句话告诉你买啥就完事儿了，而是会把我在选购过程中的逻辑取舍与心路历程摊开说明白，让大家清清楚楚的了解为什么我最后选择了这几套。所以视频呢可能会稍微长一点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看完。当然，如果你时间有限，只想要一个结论，我也把整套设备清单放在了置顶评论或者视频描述中，大家可以直接参考。那么既然是赛车模拟首先咱必须得聊聊它的核心方向盘与基座。像我在之前是只用过图马斯跟罗技的齿轮机，就怎么说呢，力反馈的感觉实在是不得劲力度不够不说，也没有什么细节方面的精度。而直驱电机又有太多选择，从入门的3牛米到专业级的20牛米以上，这到底该怎么选呀？为此呢，我线下跑了几家模拟体验店，结合自己的手感与店员的建议，总结出了一个更贴近家庭场景的区间。基本上对于非发烧友以及专业车手的家庭用户来说，最合适的区间我认为是5到12牛米。在这个范围内，你既能够拥有较为细节的路感，带来真实感，也不会太伤害你的钱包。其中5到8牛米呢为大多数用户的甜点位。在这个级别下，如果是跑 GT 房车或者是欧卡美卡模拟的话，手感已经非常到位了，属于大部分休闲玩家的性价比之选。而再往上9到12牛米则为准专业级别，像路肩、路拱、锁死反馈、碰撞冲击呢都更为实在。但是在这个级别下，就必须有还不错的座舱刚性才可以承受了。卓家呢基本宣布退役，而我们今天的目标既然是小空间不妥协那自然就锁定在了这个级别。其实那个体验店我最早去的时候，他给我试的是 CMCube 的17牛米基座，我说这不错呀 ，How much？ 他跟我说就是基座加方向盘只要1万多，就我差点直接走人最终经过一些线下的测试与钱包深度的探索，我选择的是一款国产品牌 Moza 魔爪的 R9V3， 一款9牛米的4幅直驱基座与 SRP 3踏板的套装，这一套大概是4000块钱左右。当然，如果你这部分的预算在6000左右的话，也可以选择 R12V2 这款12牛米的基座与 CRP 2踏板的套装，体验会比 SRP 的那个弹簧阻尼更真实一些。这里我知道就是跟大家说9牛米这个数字可能会比较抽象，就是它到底代表多大的力度，所以我尽量用人话来形容一下。正常来说呢，就是大家开的家用车在电助力的帮助下，一般来说方向盘的力度都在1到3牛米，而对于偏运动型的轿车来说呢，这个数字可以达到5到10牛米，只有高性能赛车才会在激烈驾驶时达到15牛米以上。而我个人的感受为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属于就是普通人中力量比较大的了，而9牛米对我来说属于一个力度很到位，是真的得需要2只手用力去掰，但是在跑 GT 以及休闲类游戏时，长时间呢不会感觉到很难受的类型。只有在拉力赛时如果开到100%力度，因为这个类型弯实在是太密了，同时还得空出1只手来拉手刹这时呢基本7分钟左右就会有点拉不住了。于是我在拉力赛时呢会调到60%左右的力度，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感受所以我是觉得对于非职业偏休闲的用户来说呢，9到12牛米真的是绰绰有余，是一个在拟真与娱乐的平衡点。再高的话，不光是预算得涨不少开起来对于体能也有一些挑战。因为我玩的游戏比较杂有 GT 类的神力科莎，拉力类型的 EAWRC Dirt Rally， 也有非常 SimK 的娱乐向的看风景解压类地平线5，所以我选择了万金油类型的圆盘 CSVRP， 能够适配所有场景。当然，因为 Moza 的基座呢也是有快拆设计的，所以如果你的预算允许的话，也可以再加入一台方程式盘非常帅气。到时候根据你玩的游戏类型呢来随时切换。这里我还单独加入了一个手刹，用来拉力赛漂移用。说实话，就是 Moza 的这个 HBP 手刹，它不是市面上手感最好的，但是性价比比较高是499元，搭配我这一套
效是完全够用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点呢是，同一品牌的话就可以将配件全部连接到 R9V3 这台基座上，就只需要通过一根 USB 线来连接 PC 了。这对于我们可收纳并且快速部署的目标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不需要一堆 USB 线来连接 PC， 就插拔太费事了。并且在配置方面呢，也都可以使用 Moza 自家的 PitHouse 软件统一管理，不用下一堆各个配件的驱动。像神力科莎竞速、EAWC 这类主流拟真啊，都有官方适配，基本是开箱即跑。而其他的呢，像地平线5这类啊，对力反馈支持一般的娱乐向游戏，用 PitHouse 呢也可以一键配置，不用自己去一项项调整。相比起混用品牌单独调试的话，会更省心一些。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啊，就是 Moza 目前是不支持 PS5 的，所以对于游玩 GT7 的朋友呢，可以去看看罗技、托马斯特以及 Fantech 这些品牌相近参数的产品。不过 Xbox 的话，R9V3 基座倒是支持，需要搭配一个 ESX 方向盘啊就可以操作了。那么敲定了基座啊，另一个问题来了，那就是市面上的可折叠座舱大多是为力度较小的皮带或者齿轮基座设计的，很少有能够支撑9到12牛米的基座。而刚性强的型材座舱呢，它们又重又占位啊，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件永久家具了。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困扰了我好几天啊。但是在对比了无数座舱后啊，我终于是发现了一款品牌官方敢去宣传支持直驱基座的可折叠座舱啊，这个就是 Next Level Racing 的 GT Lite Pro， 它声称是可以支持最高13牛米的基座，这简直是为了我这种场景设计的，是吧？但是在看了一些国外用户的体验视频后啊，我心里还是稍微有一点疑虑的，毕竟视频里看着还是有些晃的啊。然后纠结了2年后啊，因为确实也没有再找到更合适的，我还是狠下心来买了一台实测了一下。这一套呢是2000块钱左右。出乎我意料的是虽然看着稍微有点轻，但是实际在跑的过程中，即使把9牛米开到满，其实它也稳如老狗啊。当然，毕竟主打轻量化设计啊，力度大的时候呢，我还是能看到一些抖动现象，但是在实际驾驶的过程中呢，基本上是感觉不到的。而且座位的舒适度也还不错，连续跑个2-3个小时啊，也没有什么不适。这款呢，官方说明是最高支持2米130千克的体重。像我的话呢，跟我不同的朋友都测试了一下，从身高1米6到1米85，体重最高85千克的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折叠座舱的另一个好处是，如果你家中呢已经有一台中高性能的 PC 或者笔记本的话，你就不需要专门为了这套赛车模拟再单独配一台 PC 放在座舱旁边了，直接将它搬到你本来的 PC 附近，插上线就可以游玩了。按照现在显卡跟内存的离谱价格，少说能省下来1万多的预算。总体来说呢，我对于这款座舱只有2个不满，一是它没有腰部支撑，所以习惯了人体工学椅的话，可能会觉得少一点托住感。这里大家可以垫一个小枕头什么的会好一些。另一点呢是这个 Next Level Racing 是一个澳大利亚公司，他们是右舵的，所以这个座舱的进出口也放在了右边对于左舵用户来说呢，开口处会被排挡或者手刹挡住，所以我一直呢都直接是从左边直接跨进去的，都不用它的开口。希望他们以后是能够出一个开口在左边的版本。OK， 接下来是显示设备，这个其实也是我在做攻略时呢第一个定下来的设备。大家知道人的眼睛的水平视野 FOV 是接近200度，而想在家里看起来是真的坐在车里，单屏至少要覆盖90到100度的水平 FOV 才行。换成显示器的话，那就是视距70厘米左右，55到65寸电视的大小。而如果你追求极致的沉浸感，那还得上3连屏3个65寸电视，这显然是与我们小户型可收纳的主题相悖的。那么有没有一种设备它几乎不占地儿，收纳方便，还能轻松给到100度加的沉浸视野？没错，就是 VR 头显。刚好呢，我不仅是一个数码区 UP， 也是一名 VR UP， 这块呢简直就是我的舒适区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会根据不同的预算给出2台不同的选择。首先在预算3500左右并且你的 PC 显卡性能在3070到5070之间的话， Meta Quest 3呢是目前这个价位的首选。它的分辨率为单眼2064x2208，120赫兹刷新率，水平 FOV 为110度左右，并且可以通过无线串流来游玩 PC 端的赛车模拟游戏。而且它还使用了 Pancake 光源方案有非常高的甜蜜点，基本上可以算是市面上性价比最好的 VR 头显了。不过呢，它也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就是 Meta 这个公司的网络正常来说是无法在国内访问的，所以可能有一点点的学习成本需要去折腾一下。另外，其实呢还有一款跟它参数非常接近的头显，就是威社前段时间公布的新一代 Steam 头显 Steam Frame。
不过那款呢还没有正式发售啊，我们也不知道实际价格，这里就不多聊了。如果你在看这期视频时 Frame 已经发售，并且价格跟快3差不多的话，那直接入那款更好，不用担心网络问题。不过话说回来啊，就是2064×208的分辨率虽然完全够用，但是距离精细还是有一段距离。方向盘呢与仪表盘上的小字啊，可能还是会有一点模糊的现象。所以如果你拥有更加旗舰的显卡，比如性能在5070或以上的话，同时在显示设备上的预算啊能够再拉高1倍啊，达到6000元左右，那么会更加推荐啊小派水晶 Lite 这款头显。它的分辨率非常离谱啊，为2880×2880，像素数比快3 多近1倍啊，基本跟一台 4K 显示器持平。同样也是水平110度的 FOV 与120赫兹的刷新率。当使用这款头显时呢，别说赛车仪表盘了，就连远处的树叶、天上的电线都是可以看清的。而且这款呢，它用的是 Mini LED 的屏幕，相比起快3的 LCD 来说呢，对比度也更高，画面的色彩与表现都会有很大的提升，真实感非常不错。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水晶 Lite 对于显卡性能要求真的非常高，即使是使用5080显卡，也需要做一些调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设置啊，将画质与分辨率设置为高，而帧数方面则设置为90赫兹的 Upscale 模式。这个是类似英伟达 DLSS 的深尺度渲染。小派的驱动呢，会根据 AI 算法将较低的分辨率超分渲染为头显的原生分辨率，节省很多显卡资源。就我个人的观感来看呢 ，Upscale 与原生清晰度的差异呢，在动态视力下其实很小，可以放心使用。而5070到5080之间的显卡呢，则推荐啊把画质与分辨率设置为中，帧数依旧保持在90赫兹 Upscale， 这样应该能有较为流畅的体验。但除了画质以外呢，小派水晶 Lite 这类 PC VR 头显跟快3那种 VR 一体机还有很多其他的不同之处。但是既然今天的主题是赛车模拟啊，我们就只聊显示部分。对于其他部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我之前的那期2款头显的详细对比。另外就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就是使用 VR 来赛车模拟会不会晕呀？我这么说吧，就是如果你用手柄搭配 VR 开车的话，那确实有可能。但是如果使用的是方向盘、脚踏这类设备，你的视觉跟身体的感受统一了，即使没有真的这个即时模拟啊，其实绝大多数用户都是不会感到晕眩的，这点不用太过于担心啊，除非你一直漂移原地转啊，那个跟真车一样是会晕的啊。反之啊，使用 VR 的最大缺点其实是你会看不到方向盘与手刹之类的位置。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点不习惯啊，因为要盲摸嘛。但是基本上几个小时后呢，你就可以本能的找到它们的位置了。另外呢，像我为了方便操作 PC 啊，我还买了一台罗技的 K400 Plus 带有触控板的无线键盘，这样即使在 VR 中也可以根据键盘手感来进行操作。OK， 搞定了显示方案呢，这一套可收纳的赛车模拟就已经基本定型了。接下来我想要解决的是一个锦上添花的问题，在不上多轴动平台的前提下，有没有办法呢把身体的感觉也补上？这里我最先想到的是给座舱和踏板位加低频振动器，像 Butt Kicker 之类的，来模拟赛车行驶时的震动情况。但是很快就否决了这个想法啊，因为这类外设想要搞好的话，布线较为复杂，改装需求大，最致命的是啊，会导致座舱没法再折叠了，跟我最初的目标背道而驰。那么就在我快要放弃之时啊，我在 Reddit 上看到不少人讨论 Next Level Racing 的震动靠垫 HF8， 我查了一圈啊，发现这款靠垫的口碑跟评价都不错，而且也不贵啊，我看了一下国内平台是979元。于是呢，我直接入手了它的新一代 Pro 版本 HF8 Pro， 这款是1619，它的原理是呢，通过分布在不同区域的8个独立振动电机连接到 PC 后，读取游戏遥测数据，把车身发生了什么翻译成你的背部跟坐垫上，哪里在震，什么频率，震多大，这3个答案。这里我推荐大家不要使用 Next Level Racing 的官方驱动软件啊，做的着实不太行啊，而是使用一款叫 SimHub 的第三方遥测中枢。它能够给不同游戏、不同车种分开设定，而且参数细到离谱啊！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可以通过坐垫前后区域震动的强弱来模拟加速、刹车时的前后计值，通过靠垫左右分区震动来模拟转向时的横向计值，甚至轮胎压到路肩、草坪、碎石路时的不同路感，以及碰撞时的冲击等等，也都可以通过不同频率、不同部位、不同强度的震动来模拟。尤其是路感这块，当我在跑赛道时，如果
我的右轮压到路肩，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右侧比左侧更粗糙、更密集的震动，大脑呢就会立刻明白，哎，我右边出现了这个反馈，比靠屏幕上的红白条警示更加的真实，而且非常爽啊！我知道这个垫子看上去就是确实不太起眼，但是和直驱基座加 VR 一起上阵时，就像是补齐了沉浸感的最后一块拼图。就是人的感知真的很神奇啊！我试过单独用方向盘加震动坐垫加传动显示器，这时呢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没有那么真实了。而当我换回 VR 时，视野、画面尺度和身体反馈就对上线了，震动感呢瞬间从普通特效变成了车身语言啊，带给我就是我真的是坐在车里的真实感。这个确实很难形容啊，很抽象，但是相信我，这个 HF8 Pro 的体验真的很棒。哦，对了，我之前不是说过这个 GT Lite Pro 座舱的一个缺点是没有腰部支撑嘛？加了这个 HF8 Pro 后啊，它反而有了，对于舒适度上也有一些提升。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我也可以把我在 SimHub 中对于神力科莎竞速、EAWRC 以及地平线5的配置分享给大家。这些呢都是我经过好几天的实践啊，一个一个效果调出来的，绝对沉浸。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视频留个言啊，如果人数多的话，我到时候可以发在哪里分享给大家。OK， 那么我整套的设备大概就是这些了。根据你选择的基座、头显与配件的不同，在11000到18000块之间。当然，这个如果你想再往上叠加，甚至可以做到一台真车的价格。但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作为普通用户来说，没必要啊，真的没必要。当然，这个价格里呢，还没有算上 PC， 因为当初选择折叠座舱的原因之一啊，就是可以直接把它搬到我们现有的 PC 或者笔记本的旁边，所以一般来说呢，也不需要单独为了赛车模拟再配一台啊。不用的时候把这个收起来就行了，也不影响正常的游戏与办公。最后呢，再带大家看一下它的收纳与部署流程到底长什么样。整个收纳的过程，首先 VR 的话，我是直接挂在了电脑旁边的动能板上，因为头显占地较小，你甚至直接放在电脑桌上也是可以的。座舱部分的收纳只需要3步，首先抬起座椅部分，接着松开固定座椅的2个插入栓，最后使用提供的绑带将折叠后的座舱固定就可以了。脚踏、基座、方向盘什么的完全不需要做任何调整，全程不到1分钟就可以搞定。我一般呢是会折叠到这个程度，但是如果想的话，通过再拆2个锁扣，它其实还可以折叠的更小，耗时稍微多一些，更适合长时间不玩储藏用，并且后部支撑处呢还有2个小滚轮方便运输，可以随时把它放到储藏室这些地方，不占用家里的公共空间。我还看到有网友给它做了个挂墙支架，收起来直接竖挂，占地就几乎为0了。然后展开呢也是一样的流程，按照刚才的步骤反着来就行，也不需要重新调整脚踏、方向盘的位置，都是一键回位的。除了 VR 头显外呢，整套模拟设备只占用2个电源插口和2个 USB 口，插上电，接上 PC， 打开 PTOS 跟 SimHub 2个软件就可以直接使用。好了，以上就是我现在这套小空间可折叠的赛车模拟完整方案，希望给同样热爱赛车但受空间限制的朋友一点思路和灵感。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用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以及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菠萝，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